你是否也曾在机场遇过这样的窘境？辛辛苦苦打包好的行李箱，到了柜台却被告知行李超重，必须当场支付高额的超重费。那一刻，心里是不是在淌血？也许你的行李只多了区区几公斤，却被要求付出好几千元的罚款。更夸张的是，有些乘客的超重费竟然贵得足以再买一张机票，让人不禁怀疑，难道飞机票价之外，机场还藏着另一个大钱坑吗？或许你没有遇过这种情况，但一定也听闻过身边亲友的类似经验。有人被迫在柜台前匆忙打开行李，东翻西找，只为现场拿出几样东西以减轻重量。也有人狠下心，当场丢掉纪念品或伴手礼，只为了不超过那几公斤的限制。更多的人则只能认栽，掏钱了事，心想下次一定要注意，却往往下一次还是掉进同样的陷阱。试想一下，一位旅客推着行李车，满心期待地来到柜台，却被地勤人员告知行李超重5公斤，请支付超重费3000元。他愣在原地，只能乖乖掏卡刷下这笔钱。这个熟悉的场景，难道我们只能当个任人宰割的冤大头吗？其实不然。今天就要揭穿航空公司不会主动告诉你的秘密。在深入解密之前，先让我们再感受一下那种无奈与心疼。有位资深空服员曾目睹这样的幕议：一名旅客在柜台当场打开行李，狼狈地将自己的盥洗用品和衣物丢弃，只因为他的包包超出手提行李的重量限制。空服员坦言，看着乘客把私人物品扔进垃圾桶，真的令人心痛。更何况他还遇过乘客支付的行李超重费比整张机票还要贵，这些钱其实完全可以省下来。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往往以为航空公司定下严苛的行李重量限制是不近人情，但你是否想过，这其中其实隐藏着资讯陷阱。航空公司默默期待着粗心的旅客踩进来，因为超重费对他们而言可是额外收入的一大来源。他们深谙大多数人不常搭机，搞不清行李规则，所以处处设下规矩，等着我们犯错。然而，只要搞懂这些规则的运作方式，你就能反过来利用它们，让自己的荷包不再无辜失血。先来看看这笔费用有多惊人。某些传统航空规定，超出免费额度的行李，每件可能收取60到150美元不等的过重费，依航线而定，折合新台币将近2000至5000元。廉价航空则更加直接，常常按每公斤数百元计价，超重5公斤就要多付2-3千元。这金额够你在旅途中住一晚不错的旅店，或大快朵颐一顿美食了。对航空公司而言，这些可都是额外进账的利润啊。更有甚者，航空公司对规则的执行毫不留情。前阵子就有新闻报道，一对母子在机场因行李超重却没钱支付罚金，航空公司当场拒绝让他们登机，害得他们的旅程被迫取消。超重行李说到底是一种契约义务，拿不出钱就寸步难行。听起来虽然残酷，却是现实。事实上，有超过90%的旅客根本不知道，有一条对我们有利的潜规则就藏在行李规定中。航空公司当然不会主动提醒你，但内行的地勤与空服人员都很清楚，只要你在报到时说对一句话，用对方法，原本动辄数千元的超重费，有很大机会1分钱都不用付。是不是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别急，继续看下去，你就会发现这魔术剧背后的原理绝非虚构。没错，破解超重费陷阱的关键，正是许多旅客从未听过的行李额度合并。这条隐藏规则能够在特定条件下，把原本需要罚款的超重行李变成免费通关。那它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呢？让我们来看看具体情形。想象以下情境，你和朋友一起出国，你们的免费行李额度各是20公斤，你打包了一件重达25公斤的大行李箱，而朋友的行李箱只有15公斤，总重量加起来刚好是你们俩额度上限的40公斤。按理说没有超重，但是柜台人员可能会皱眉告诉你，这件行李单件超重了，需要付费。明明总重没超额，却因单件超重被罚款，这难道不冤吗？其实单件限重和总额度是两回事。航空公司为了顾及搬运安全，一般规定经济舱每件托运行李不能超过23公斤或32公斤，是不同航空公司规定
超过这个重量就算单件超重，要收取额外费用。然而，如果你是多人同行，每个人都有免费托运行李额度，那么规则中其实允许合并计算总重量。简单说，就是同行旅客在同一个定位代号下，可以将各自的托运行李额度合并使用，只要总重量没有超过几人额度相加的上限，就不应该算超重。事实上，这条合并规则对于情侣或家人同行特别有用，常常一对夫妻出国，一方的大行李塞满战利品而超重，另一方的行李却空空如也，没用完额度。如果各算各的，那位行李超重的人就得倒霉掏钱。但要是善用合并计算，两人的重量可以互补，不但避免罚款，还能充分利用每1公斤的免费额度。许多旅游达人因此建议，同行最好共用一个定位，一起办理报到，如此才方便合并行李额度，避免吃亏。这项规则在航空业内被称为行李额度合并，或者行李重量合并计算。可惜的是，地勤人员通常不会主动替你合并计算。为什么？因为大多数乘客根本没听过这回事，自然也不会提出要求。如果你不知道开口提出，地勤便按正常流程各算各的，你超1公斤就罚1公斤的钱，完全照章办事，钱就这么直接落入航空公司的口袋。航空公司正是利用大部分乘客对规定不熟，在机场不敢多事的心态，来轻松收取这些冤枉钱。其实合理利用合并额度并非耍赖或违规，而是条款允许范围内的正当要求。所以千万别不好意思，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勇敢地为自己争取权益吧。值得一提的是，航空公司对托运行李有2种计算方式，件数制与重量制。件数制指的是旅客机票含固定件数的免费行李额度，例如每人2件，但每件有严格的重量上限，通常经济舱每件23公斤。重量制则是不限制行李件数，而给予一个总重量上限，例如每人30公斤，旅客可自由决定带几件行李，只要合计重量不超过上限即可。很多传统航空公司针对不同航线会采用不同的计算方式，比如飞往欧美的长程航线通常采用件数制，非亚洲或区域航线则常采用重量制。不过，不论哪种制度，行李额度合并的技巧在这2种情况下都适用。件数制下可以解决单件超重的罚款问题，重量制下原本就只看总重，没有单件超重费。但同行共用额度也能确保整团行李总重不超标，所以无论航空公司怎么计算，只要符合条件，我们都可以灵活运用规则来省钱。事实上，一些航空公司的官网隐藏在 FAQ 或运送条款里，都白纸黑字写着这项共享规则。例如，国泰航空网站就明确指出，相同预定下的同行旅客同时办理登机手续时，可互相分享寄舱行李的重量限额。然而每件行李仍不得超过单件的重量和尺寸上限等限制，只是多数乘客从不阅读这些细则，也难怪大家对这个行李共享的秘密一无所知。那么到底该在柜台说什么才能够启动这个隐藏规则呢？关键就在于让地勤人员明白你知道行李额度合并这码事，而且你正打算行使这个权利。当你走向航空公司报到柜台时，首先记得保持礼貌和微笑，将旅游证件递给地勤人员。接着，假如你的行李看起来可能超重，不要等对方开口开罚单，而是主动且友善地说出这句通关密语：不好意思，我和我的同行是在同一个定位的，我们可以合并行李重量一起计算吗？就是这么一句话，往往就能产生奇妙的效果。地勤人员一听，心里就明白你是个懂行的旅客。在多数情况下，只要你们确实同定位，总重量没有超标，地勤会爽快的点头，帮你们把行李额度合并计算。原本萤幕上显示红字的超重公斤数瞬间化为乌有，而你也就此省下了一笔可观的超重费。想象一下，刚才那位被要求付3000元的旅客，如果他知道这个秘技只消一句话就能让5公斤的超重行李顺利过关，钱包里的3000元是不是转瞬间就保住了？也许地勤在为你合并计算后，还会补上一句善意提醒，下次记得注意行李重量哦。你满怀感激的道谢，
当你拿到登机证的那一刻，心中的大石终于落地，行李贴上条码，顺利送上输送带，你则躲过了一场荷包大出血，开开心心的开始接下来的旅程。当然，实际情形可能因航空公司而异，某些地勤人员也许资历较浅，一时间反应不过来合并规则的用意。这时你可以进一步耐心解释，因为我们是一起订票的，所以行李总重量应该可以合并计算，不知道可不可以麻烦您帮我们算总重。通常来说，礼貌的提醒几句，对方很快就会恍然大悟的照办。毕竟同一定位合并行李额度本就是许多传统航空公司允许的做法，只是不主动张扬而已。不过如果遇到极少数航空公司的政策不允许合并，或碰上个别地勤人员态度强硬，不愿通融，也别和他们争执。毕竟规定的解释权在航空公司，有时候碰到特殊状况我们只能认了。但先不要灰心，因为我们还有其他补救办法可以祭出，让你化解操纵危机于无形。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上述行李额度合并的妙计主要适用于传统航空公司。所谓传统航空，就是指票价通常已包含一定免费托运行李额度的航空公司，例如大型国际航线的航空公司。而廉价航空、低成本航空往往采取完全不同的行李政策。联航通常没有任何免费托运额度，每一件托运行李、每1公斤重量都得额外付费。他们大多以总重量计价，而不允许同行合并来互相挪额度。举例来说，如果你搭乘廉价航空，每人预先购买了20公斤行李额度，你带了25公斤就超出了自己购买的额度。这时不管同伴还有没有富余的额度，都得为超出的5公斤付费。联航赚的就是行李费。规则设计上本来就不给旅客钻漏洞的空间。以件数制为例，一般传统航空经济舱允许每人携带2件托运行李，每件上限23公斤。如果你带了一件30公斤，另一件16公斤，加起来虽然也是46公斤，没有超标，但由于单件30公斤超过了23公斤上限，仍可能被要求付超重费。然而如果你的同行伙伴只带了一件10公斤的行李，提前表明要合并计算，则你的30公斤行李可能就能豁免罚款，前提是30公斤没有超过该航空公司允许的单件最高重量，例如32公斤。由此可见，传统航空的规则弹性较大，也给了我们运用智慧省钱的空间。尽管行李额度合并是个强大的秘诀，但人生往往还需要 Plan B。 万一碰上以下状况，比如你独自旅行，没有同行可以合并，或者你和同伴不巧被拆成不同定位，又或者连同行合并后总重量本身就真的超标了，该怎么办？难道只能摸摸荷包认栽吗？当然不，别忘了我们还有临场应变的绝招，俗称乾坤大挪移。当地勤在磅秤上宣告你的行李超重，而你一时无法靠合并额度解围时，先别急着掏钱交罚款，你完全可以在柜台前当场打开行李箱，计息重新分配重量。几个关键动作可以大大扭转战局。重物随身带，把行李箱里最重的物品挑出来，转移到随身行李或个人物品中。如果是书本、电子设备、行动电源这类沉甸甸但允许随身携带的东西，立刻拿出来塞进你的背包或手提袋。曾有旅客分享，他把行李里的几本精装书和备用电池都取出随身带走，结果托运箱瞬间瘦身好几公斤。穿上身体，如果随身行李也接近满载，那就到了考验演技的时刻。把行李里厚重的衣服、外套通通穿上身，多穿几件衣服在身上，行李重量马上下降。有人曾经为了避免超重费，在机场当众套上10几件衣服，活像一个行走的洋葱。虽然样子有点滑稽，但成功保住荷包才是王道。打包战略，有经验的旅客出门都会带一个备用的轻便折叠袋，万一行李需要重新分装，拿出这个折叠袋，把部分物品转移进去，成为第2件手提行李。甚至如果航空公司允许，你可以把多出来的这一包在登机口免费随机托运。有些繁忙航班在登机口会帮乘客免费托运随身行李，以减少机舱拥挤。此外，
还有旅人分享一个免税垫袋策略，将部分沉重物品装进一个机场免税店的购物纸袋里提着。许多航空公司允许乘客额外携带免税商品带上机，不算在随身行李件数内。因此，这个看似装着购物战利品的袋子，其实可以暗藏不少重量，却不会被严格称重。当然，这招也要适度运用，袋子不要塞得太夸张，以免引起工作人员的怀疑。分拆托运，如果你有额外的行李袋可以使用，也可尝试将超重的行李拆分成2件托运。有些航空公司对额外行李件收取的费用可能低于对超出重量限制的罚款。举例来说，如果增加1件托运行李的固定费用是新台币2000元，而超重费要收3000元，那么分成2件行李托运显然更划算。因此，你可以在柜台询问地勤人员，如果我增加1件行李要收多少费用，然后比较哪种方案对自己有利。当然，这前提是你有备用袋子，并且航空公司当班允许你现场新增托运行李件数，寄送或存放。如果超重的物品实在无法舍弃，又没法随身携带，不妨考虑利用机场的宅配邮寄服务或行李寄存服务，可以将部分行李打包邮寄回家，或直接寄送到你的目的地去。虽然会花一笔邮费，但有时比支付高额超重费更划算。或者，如果你只是短期出差，还可以选择在机场寄存一些当下用不到的物品，回程再来取。透过这些方式，虽然也要花钱，但至少买到一个后顾无忧，不让行李成为你旅程中的负担。这些即兴减重的戏码可不是瞎编的。在网络上，你能找到许多旅人分享他们现场自救的经历。有人在机场里真的穿了8件上衣、3条裤子，引得安检人员侧目。也有人把行李里的巧克力、酱料通通塞进手提袋，巧妙避过超重陷阱。新闻媒体也曾报道过旅客为省行李费在柜台前狂穿衣服的趣事，虽然当场颇为狼狈，却让人会心一笑。这一连串乾坤大挪移的操作，重点就是设法减轻托运行李的重量到规定范围内。当你把超重的托运行李瘦身到合格范围，再请地勤重新过磅确认。如果重量达标，那么超重费自然随风而去。虽然过程中可能略显手忙脚乱，甚至引来旁人好奇的目光，但想想省下来的真金白银，这点小尴尬又算得了什么呢？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Plan B 也要留意随身行李规则的限制。有的航空公司对随身行李的重量同样有限制，常见上限是7到10公斤，且通常只允许每人带1件随身行李。如果你把太多东西塞进背包，导致背包明显鼓胀沉重，上机前可能还是会被要求现场称重或加收费。因此，乾坤大挪移要适度而为。在柜台重新分配重量时，不妨观察一下航空公司的态度。有些地勤看到你真心诚意想减重，或许会网开一面，不再追称你的随身包。但谨慎起见，不要把随身行李也逼到超标太多，不然只会把问题顺延到登机门口，徒增麻烦。讲了这么多临场救急的对策，其实更理想的状态是防患于未然。聪明的旅客在家打包行李时，就会提前预防超重问题，免得到机场现场手忙脚乱。以下是几个事前准备的小秘诀：随身行李秤，投资一个小巧的手提行李秤，出发前先量一量行李重量，做到心中有数。如果发现已接近额度上限，就要考虑减少行李物品或分摊到同行伙伴的行李中，切勿抱着应该不会超8的侥幸心理直奔机场。提前加购行李，如果真的东西太多，注定会超出免费额度，记得在航空公司官网提前加购托运行李的额度。通常提前线上购买比起在机场临柜付费要便宜许多，甚至可能享有折扣。别等到柜台才被通知要价天价，那时候再买就来不及，只能任人宰割了。善用会员与信用卡，不少航空公司都有常旅客忠诚计划，加入后，即使你不是什么飞行大户，也可能享受首件免费托运或额外重量优惠。此外，某些航空联名信用卡也提供免费托运行李、机票升等或机场快速通关等福利。这些资源善加利用，能在无形中替你节省不少旅行开支。举例来说，
有的信用卡每年附赠一定额度的行李费抵免，如果碰巧用在超重费上，就等于变相帮你出钱。又或者金卡会员每次可多带一件行李，有了这层保障，就更不怕超重了。当然，话说回来，即便事前准备万全，人算不如天算的情况还是可能发生。比如旅途中疯狂购物，结果返程时行李箱不知不觉就超载了。这时候别忘了我们今天分享的绝招，先用关键那句话试试行李额度合并，行不通再用乾坤大挪移，见招拆招。就算最后万般无奈真的得付点费，至少你已经尽力把损失降到最低。最后总结一句，行李超重费看似难以避免，但只要掌握资讯，就能大幅降低甚至免除这笔冤枉开销。航空公司设定的种种规则，就像一场场机场关卡，对毫不知情的旅客而言，那些条款是陷阱，但对精明的你而言，却是可以被运用的游戏规则。每当你成功避开一次超重费，你不只是省下了金钱，更是对自己机智出游的一次肯定。想象一下，当其他旅客还在柜台前傻傻掏钱时，你已经运用脑筋巧妙地化解了难题，省下的钱足以让你的旅程过得更加充实愉快。下次当你在机场办理登机报到时，可别再傻傻的任由地勤开罚单了。记住这篇攻略，从容不迫地亮出你的底牌。我们是一起的，可不可以合并行李重量计算？说出这句关键话，或许就是你在旅途开始前打赢的第一场战役。资讯就是力量，技巧就是财富。让我们善用每一条行李规则，做个聪明的旅人，把省下的钱拿去好好享受旅程，而不是浪费在不必要的费用上。毕竟旅行的意义在于增广见闻和留下美好回忆，可不是在机场为行李掏钱流泪。